公子，这明显是一桩赔本的生意啊。书上说，一约即成，万山无阻。可书上还说了，量力而行，不轻言诺。哦，我忽然有些后悔了。公子，严老，这是我第一次见您把买卖谈崩。对方不把这个当成买卖，所以买卖不成。仁义也不在了，看来得下点血本了。奈落姑娘，姑娘有何事啊？请二位沐浴。洗澡？是的，洗澡。这是穆公子特意为贤伉俪准备的药浴，请二位沐浴。那个师姐，我出去走走。苏公子，这是去哪儿啊？这说起来有点复杂，你来干嘛？我是路过，既然遇上了，那有几个问题想问问苏公子。问什么？你怎么会惹上上林天宫的？简单点说，我姓苏，可能是苏寒的儿子。这牛可吹得有些过了。不然就是我太帅了，他们嫉妒。算了，帮你问那么多问题，反倒小家子气了。你爱是谁？本公子既然输了，就要完成赌约。多谢穆公子。其实也主要是你家娘子真的很漂亮。你赶紧都给我们上些疗伤的粥，我们伤势好转的越快，你就麻烦越少。我这船上最好的疗伤法，不是已经给苏公子准备上了吗？苏公子，快去沐浴吧。告辞。师姐，是我，穆公子他们在门外，我怕穿帮，只好进来了。穆公子说这药浴是最好的疗伤方法。师姐，你多在药里面待一会儿，我在屏风后面给你守门。你吸来的功力，能化为己用吗？吸来的功力不会留存在我的丹田之中，但会锤炼我的筋骨，所以我很抗打。当然，用还是可以用的，只是用掉了就没了。可惜了。师姐，我的剑法也很厉害的，我抓紧练剑。君与剑。既然你会说书，那你就给师姐说段你的故事。我7岁的一天，杀手忽然上门，养父母被害。就当我快被要杀的时候，师傅出现了。师傅说我姓苏，有时我就在想，我会不会是苏寒的儿子？就叫苏白衣吧。会不会我姓苏，是苏点墨的儿子？我喜欢听书，总想从里面找到我的身世。我的母亲是南宫宇文，如果你真是苏寒或苏点墨的儿子，
咱们便是仇人。啊，不过这跟你我又有些什么关系呢？当年你我都不知事，而现今我是你师姐，你是我师弟，同在学宫门下，自当互相提携。师姐，你比说书人口中那些快意江湖的大侠还要酷。这是咱们学宫的道理。公子，想好了吗？如果我决定要做，严掌柜会不会把我打晕了，带回穆家？严某不敢。真的？公子是主，我是仆，就算我有万般不情愿，也得听公子的。那就干！不再想想了。奈落。公子这是作何？你那算盘不是被打坏了吗？我送你个金的，来给我算一笔账。公子要算什么账？严掌柜心细如发，应该比我清楚。金风号上真正的护卫有300人，虽然上林天宫只有浮生醉梦楼2个副楼主，但这300人在他们面前，不过是弹指之事罢了。还有19名金刀郎，穆家最优秀的护总，都上也不行吗？他呢？他是最后的底牌，或许能够胜得过白鹤。至于白龙，一点机会都没有。是。好吧，不过我们的筹码可以加上那2个学宫弟子，一个貌若天仙，一个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用。还有我呢。疼！慢点，慢点！骨头都快散架了。清风明月，萍水相逢。剑为百兵之君，君子死，冠不免，剑不服，此为君子佩剑之道。乃一，你愿意做这样一个剑客吗？弟子愿意。剑需要千锤百炼，剑客也当如此。一个剑客最先锤炼的是剑意，其次才是剑法。师傅，你突然这么正经，好不习惯。对于人生可以游戏，对于剑必须认真。师傅，剑意是指什么？师傅的剑意是杀人心。啊，杀人心？你的剑当有自己不同的剑，那剑法呢？是杀人的技巧。杀人还需要技巧？有悟性。我传给你这世上最强的剑法，只有3招：拔剑、挥剑和回剑。你与我学剑，只需把这3式练到极致，随便一出手，便会是绝世剑法。绝世剑法这般草率的吗？草率，每一式至少练习10年。啊！
10年？从现在开始，你练习拔剑，少1个时辰都不成。师傅，拔剑有没有速成班呢？苏大侠，剑法练得如何了？3天了，就没见你换过姿势。我就这夜练习，就是因为我拔剑10年即将满了。可惜师姐你的良人剑不太称我的手，要是君宇在，肯定会练得更快些。这么说，你这武功要练30年？原则上是的，不过我利用我的聪明才智，将试剑缩短成了20年。你怎么做到的？我决定放弃收剑。嘿，反正都打赢了，收不收起来无所谓。那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如果不把剑放在剑鞘里，你连拔剑都省了。哎呀，我怎么没有想到啊！我白浪费了10年。这是你师傅在锤炼你的剑艺，你的剑艺一成，剑法也就成了。我的剑艺？对啊。对啊，师姐，你真是个能让人少奋斗20年的师姐。谢雨玲，你怎么驾的车啊？谢雨玲，别睡了，我骨头都散架了，会不会驾车？说要着急赶路的人是你，说自己骨头要散架的也是你。我不是为了救你，我至于被打成这个样子吗？你还不照顾我？伤口不是我给你包扎的，就包成这样，还好意思说？我还要驾车赶路呢。你都这副模样了，就不能消停我？谁在驾车？你们醒了？啊，你是谁？昨夜要不是我，你们这2个俊秀的少年郎，可就要去湖里和女鬼作伴了。感谢恩公，既然我们醒了，就不劳烦恩公了，就此别过。哎，我一路步行，虽然可看见沿途风光，但终究有些累了。2位既然有马车，不知可否带我同行？怕是不顺路吧？你们去哪里？我们去大泽府。那我也去大泽府。我没有钥匙在身，真的不方便同行。若我依然坚持同行，你要对我动武？休要戏弄2人。来呀！受不了了，谢玲给我揍他！当真要对我动武？落花剑法，江南谢家，来得好。哎，以善为鉴，可惜如今的落花剑法却老气横流，再也当不起这个名字。难怪谢看花不想立。谢家剑法如何，还轮不到你来点评。百花凋零，花尽残落。可惜了，这一剑你并未完全掌握。江南谢家的落花剑法，应当是这个样子。为什么会我们谢家的落花剑法？天下武学一脉而成，归一得二，得二
便可看全吗？就算是杀人剑，也当很美。谢家已逝，还好孺子可教。改天再教你用刀。教我用刀？今日午时，是穆家最后的机会。公子，说实话，你武功这么高，要杀我们不过抬手之间。可如今不仅救了我们，还教我们武功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学宫儒圣。朋友，虽然你对我们有救命之恩，但也不能拿我们学宫儒圣来开玩笑。你们见过儒圣吗？那我怎么就不可能是他呢？我们虽然还未曾见过儒圣先生，但学宫里的画像可挂着，他老人家怎么也得70多了。真亦假时，假亦真。公子既然不愿透露身份，那我们便不强求了。有什么不愿透露的？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我父姓东方，名小月。啊？怎么听着是个小女子的名字啊？女子便是女子，哪有什么大女子、小女子？走，练练你的大风刀去。啊！大风起，云飞扬。你很不错，你的刀法有几分你父亲的影子。可是习武之人，身上又怎能有别人的影子？大风时讲究一个气势，但你所学就像照猫画，只得其形不得其意，差远了，差得太远。习刀之人，所得其事，当睥睨天下。哦。看来上林天宫要动手了，我现在恢复了1半的功力，可勉强一战。哼，这就是穆家的回答。穆家已经给出答案了。我这就去楼上抓人。不，按江湖规矩，先处理保他们的人。快走！
穆家扛尸的人在哪儿？穆某早已恭候多时了。白鹤，先断其双手，抵不敬天公之罪。请赐教。圣经剑法，你竟然是西陵剑客宫雨洛的徒弟，学了家师3分皮毛，今日正好请高人指教。那就领教一下弓剑客的高足。小心！少主，白府楼主好手段。穆年华已败，可以去抓人了。白府楼主，我还没死呢。留穆少爷的命，不为别的，是因为你师父宫雨洛曾在我上林天宫培训剑士，是千余教众的教头。两位不必看家师的面子。家师曾经说过，虽在上林天宫传艺3年，但却与上林天宫的诸位头领道不同。唉，可惜了。穆家以后少为少爷了。等等，师姐，我早就说了吧，他虽然看起来好色，但其实还是很不错的人。分明是你算计别人，搞得穆家少主骑虎难下。你们怎么出来了？穆少爷，我2人的伤已经养好，对付这2个变戏法的，穆少爷一旁饮茶观战即可。毒品太棒了，你这个朋友值得交。你方才说她是你师姐，我可是刚夸完你啊，你能不能矜持点？说够了吗？苏白衣，顺从点跟我走，免受皮肉。打住！变戏法的，你现在下手的话，船钱我给你付了。白楼主他不愿意伤你，眼下看只能打残带回去了。师弟，给我列阵。你们一起上吧。小姑娘，学宫的几个君子，怕是也当不起我兄弟2人联手。师姐，还是我先来吧。乌鸦和你的力气在我这儿都蓄了多天了，再不用就浪费了。师姐给你列阵，你放心实战便是。我穆年华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苏兄弟一旁休息便是。要不然你们3个一起。穆公子，多谢你的好。天涯剑，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真正的雾里看花。不能退，如果在这小厮的剑下退了，
你的武功这辈子都无望再攀境界。变戏法的，接我这一剑如何？竟然还有一分剑意。你那拔剑的姿态确实是天涯剑，但刺出的这一剑，却连秋水镜都没有。小子，你的功夫脱节了。看来谢看花还没来得及教你雾里看花吧？师弟，看师姐打他们。师姐小心！姑娘，你这一身真气看似澎湃，可就如四处漏风的大屋子而已。你这内伤再养半个月，或许还能和我动一动手。此刻，就算了。试试才知道。男人还没死呢，哪能让姑娘动手？有点意思，想不到这船上的姑娘还真的都比你们这些爷们儿强。这位姑娘，应该就是穆家的户主死士吧？看来，穆少爷还真有希望当家主。可惜啊，可惜，一个家主候选人就要死在这个船上了。打得赢我们再说其他的。众护卫，做了他们！出剑，那么我便将你们安然无恙地带回上林天宫。可你若出剑，那么带回上林天宫的，就只能是你们的尸体。选择从来都是多余的，路永远只有一条。人朝前，剑朝前。多年之前，我也曾有幸见过一次试水剑意，今日得以重见，幸甚。试水剑意。既然你说你见过试水剑意，那么你一定见过我二师兄，想必你也听过他对自己的评价。他说他是学宫第二，天下第一。那你知道谁是他所说的学宫第一吗？谁？我。
你怎么样？是哪位高人在此？何必躲躲藏藏？躲躲藏藏，你也配？师姐，是不是真有人来帮我们了？也可能是来杀我们的。反正已经不能更糟了，是不是？你说我不敢示人，现在我出来了，你可敢见我？子在川上曰：“逝者如斯夫。”即墨见识，前辈可是？公子，事情似乎越来越麻烦了。还真来了个仙女姐姐救我们呀！我们终于见面了。你是？是的，我是。师姐，你们的对话怎么这么玄妙呢？白极乐来了吗？赫连习月来了吗？既然他们都没有来，那你们滚吧！整个上林天宫，现如今也只有他们二人值得我出剑。即墨建成要与上林天宫作对吗？就这，你不错，千机院首座温馨。能得即墨城主一句不错，够我回上林天宫吹上几年的了。今日之事，是我上林天宫的内事，还请城主不要插手。你是很不错，但还是不值得我出剑，更没有资格和我谈条件。即墨城主果然名不虚传。即墨城主，师傅啊，师傅，一个剑客要挥多少次剑才能成为剑仙啊？我又不是剑仙，怎么会知道这个问题呢？那我应该问谁啊？自然是问剑仙啊。即墨城里那位红衣剑仙，他是如今天下间仅存的一位剑仙了，只有他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。红衣剑仙，他这么厉害吗？不仅很厉害，还很美。剑美，人更美了。看他舞剑，就像看冬日落雪，春日花开，都是人间奇景。唉，可是他很吝啬，让他出一剑太难了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他的名字也很美，他姓即墨，名花雪。即墨花雪，这就是剑仙啊！我常听他提起你，果然漂亮，我都吃醋了。二师兄下山那年，我还是个孩子，我却是忘了，总以为那些事还在昨天。不知剑仙在此，招待不周，望剑仙海涵。劳烦代我向穆老太爷说一句话，此行我很满意，我先离去了。我马上派小船送剑仙登岸。能在这里见到你，我很高兴。走吧，我有很多话要与你说。真是剑仙啊！是你剑仙！等等，我还有我，师姐！即墨城主，我师弟还在船上。别叫我即墨城主，叫我二嫂。二嫂，救我师弟！感谢女剑仙的救命大恩了。不必谢我，我不是救你，
我是救他，我是他二嫂，救他是理所应当的。二嫂？寂寞城主，二师兄下山后，我便再也没有见过他。关于你和他的事，我知道。我以前在茶馆里听说书先生说过，当年学宫二弟子，不对，是我二师兄，持剑下山打遍天下高手后，前往即墨剑城挑战即墨城主。不想即墨城主剑高一筹，打败了二师兄。二师兄不服，还想继续挑战。即墨城主挥阔大度，不仅不以为忤，反而留二师兄在即墨剑城养伤。7日之后，二师兄再次提剑挑战即墨城主。这一次有很多江湖众人观战，最后一刻两人同时收剑，打成了平手，这才成就了一段江湖佳话。江湖中多出了一位红衣剑仙。你这师弟虽然武功差，但嘴皮子还是不错的。嘿嘿。后来呢？你不知道？看来学宫中的那些师兄是真的很宠你，把你知道的都告诉他。说书先生说的也不一定对。江湖传闻，二师兄某日提剑上了围龙山，据说一人打破了上林天宫啊！你二师兄因为那一战而真气大损，我听闻此事后出城寻他，与他在百泽城相遇，并在那里拜堂成亲，结为夫妇。3日之后，你二师兄便死了。二师兄为什么要上围龙山？说书人没讲。你以后会知道的。为何谢看花教出来的徒弟武功会这么差？师傅说世上剑法只有3招：拔剑、挥剑和回剑。所以这10几年来，我一直都在苦练的拔剑术。谢看花就会胡说。倘若剑法真的没用，那各门各派创出那么多剑招做什么？你问问谢家人，看他们是不是也要10余年不停练拔剑？我被骗了？一向聪明的谢看花，为什么要教你最笨的用剑方法呢？说不定是我师傅摸索出来的新方法。试试。啊！剑仙，方才我在你眉心之处注入了一缕剑气，你却安然无恙。只有达到天涯境的高手，才能抵挡住我的这一缕剑气。可你有天涯境吗？你练的是什么内功？我练的这门武功很奇怪，练了就感觉像是没练一样。除了能吸别人的功力，睡着之后变成怪物，平时派不上半点用场。仙人书？是啊，据说是什么魔教功夫。仙人书可不是什么魔教武功，南宫云火也没有练过。二嫂，我父亲曾经告诉我，他说世上根本就无魔教，天门圣宗宗主南宫云火是个值得敬重的大英雄。至于魔教邪功，根本就是一派胡言。这些事我之后会说给你听。这仙人书是谢看花给你的？师傅从上林天宫偷来给我的，不过只有半本。我明白谢看花为什么不教你剑术了，因为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教。你练出了一身仙人术的功法，却没有最适合你的剑法教给你，那你很有可能便走了岔路。唉，你们都说这门武功如何厉害，可为什么我却一点都感觉不到呢？这一路上不是挨打就是跑，村里的大黄都没有我混得惨。仙人术你只得了半本，自然难亏其道。不过好在你今日遇到了我，以后你的剑术我来教。剑仙要教我剑术啊？不好吗？啊，好，当然好，谢谢二嫂。莫庄主，有学宫的人来了。啊，谁是学宫来的？哎，哪儿呢？哪儿呢？谁来看我了？谁来看我了呀？啊，是学宫的人吗？哇，我10年未归，没想到如圣先生竟然收了这么多漂亮的女弟子啊！南宫希儿，见过莫白师兄。原来是南宫师妹啊，现在竟已长成大姑娘了。2位师妹，请进。哎，师兄好。这位小兄弟是苏白衣，刚入学宫，见过莫白师兄啊。师弟好，师弟好，你们请吧。我不是你的师妹。这位姑娘是莫白师兄和二师兄比，谁年纪大？二师兄玉老，我比二师兄要小4岁，那莫白师兄可以称她为二嫂了。什么？
叫二嫂就行。嫂，不对，二仙，二嫂仙，二嫂。二师兄能够遇到寂寞城主，不虚此生了。师妹这是受伤了。说来话长。莫白师兄，你这里有没有什么能够稳固真气的药材？有的，药房里应该有春生百络丸，我马上就让人去取。啊，多谢了。另外，今日里有没有别的学宫弟子来到此处啊？不曾，这么多年也就你们来过一次。看来风师兄和谢师兄没有来过。师姐，你要不要先回房间养伤？我这边和莫白师兄出去打探一下。那就麻烦了。你喜欢你师姐吗？啊，二嫂，别闹，别闹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喜欢就要勇敢去追求。这位莫师弟，劳烦你先带人去外面打探一下，最近是否有学宫弟子经过。另外，安排一处别院，我与这位苏师弟有事要谈。明白。在练剑之前，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。二嫂，请问，为何练剑？师父如今被困围龙山，我只求早日修成剑术，救师父下山。你很在意你师父？师父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。放心吧，你以后会有很多很多亲人的，比如你的师姐。二嫂，你又开玩笑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难道你进学宫不是为了当君子吗？怕配不上你师姐？剑仙也还这么捉弄人吗？自然。比如这样捉弄。二嫂，为什么你的凌空羽剑能这么好看？因为别人是剑客，而我是剑仙啊。二嫂，你这样在新手面前炫耀就不好了吧？握住这柄剑。二嫂的这柄剑叫什么名字？梅曲。梅曲？梅花半雪曲自生啊，好名字啊，好名字！我是说没有给它取名啊。用无名之剑纵横天下，这才是剑仙的风采啊！你拍马屁也是跟谢看花学的？这是我自学成才，我师父就爱听这些。你把长剑插在地上，然后将把柄往下摁，先右旋3下，再左旋3下，再把剑柄提起。坏了！我把梅曲给弄坏了。苏白衣，我错了。我最后问你一遍，为什么要习剑？为了救我师父。你这个习剑的志向能不能稍微大一点？若以后你师姐功力尽失，有人要杀她，你救是不救？拼死也要救。那若是我一身剑仙修为被废，也被人追杀呢？可我只有一条命。再回答我一遍，为什么要练剑？保护所有我重视的人。太小了，你志向能不能再大点？要多大呀？比如匡扶天下正道。这么俗套？俗套，是因为很少有人可以做到。会有大志，如何又能成得了君子？匡扶天下正道，这个志向对于现在的你确实太大了。但我希望你有朝一日足够承担起这个志向的时候，不要忘记它，因为这曾是苏寒大公主的志向。现在，你把那剑柄倒过来看，里面那物件，便是我要授你的剑法。看来我和这东西还真有缘分啊！当年战天门一役之后，父亲将这卷残卷带回城中，一共20页，上面画着一门剑术。父亲研究了整整1年，
最终一无所获，郁郁而终。我想，这是残谱，没有心法，应当是练不成的。而心法的那部分，应该是被上林天宫拿走的。谢家有3页，上林天宫有半册，二嫂的爹得了20页剑谱。那参加那次战役的其他门派呢？大泽府3大派，4大家族的其他3家，难道他们也都各自拥有残卷？我想是的。所有这些残卷拼起来，便是完整的仙人书。这就是剑法之名了。仙人指路原是一子当先，刚柔并济。啊！足3进1。应该就在这附近了。这发型，这红衣，风少主，风少主，风少主！停！你看，我就说我在这大泽府赫赫有名吧。小的莫之行，当年曾在山庄中目睹过风少主的风采。哦，我记得你，带我们去染墨山庄吧。好，这位少侠，我来驾车。有劳了。小的出来便是特意迎候几位公子的。驾。啊？莫非师姐和苏白衣已经到了？是的，午前来了2位姑娘，1位公子。2位姑娘，怎么多出1位？姑娘还怕多吗？是这个理儿。莫庄主，有学宫的人来了。来了。风师弟，慕白在这里恭候多时了。莫白师兄，许久不见，还是这般意气风发。这位是谢师弟吧？莫师兄，一表人才，一表人才。这位朋友，东方兄，这下你的牛皮吹破了吧？你说你和莫师兄是老相识了，可莫师兄根本不认识你啊！这位公子与莫某相识？莫白。好了，吹牛而已，我们又不会嘲笑你。庄主，学宫弟子莫白见过先生，见过先生。我只有一个叫莫白的弟子，可没有叫莫白的。什么？你真的是如圣先生？见面不就告诉你们了吗？大惊小怪。如圣先生比我父亲还大出1倍，怎么？我驻颜有术。啊？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之前不知我的身份，与我称兄道弟，如今知道我的身份了，是不是应该行个礼？弟子风左军谢雨林见过先生。都起来吧。难道是2位师兄来了？二嫂，怎么了？他怎么来了？谁啊？先生，您竟然会来看我，莫白，我太激动了。啊，我其实只是路过的。姑娘好啊，我叫东方小月，是个游历天下的旅人。东方文林。我本叫东方小月，东方文林是师傅给我改，我觉得太过于古板，所以不喜欢。谁管你喜不喜欢？
如今我寿命无多，便想教诲这个名字。这会让我想起那个少年时的自己。闭嘴！竟敢徒手挡我的剑！不过再少活几天。这就是你当年不下山的理由？最疼爱的弟子死了，什么都不应该成为理由。罢了。外面来了何人？一个你等了许久的人。我等了许久的人？难道是儒生先生？是他。你们打起来了？你快去见他吧。先生，这边请。南宫师妹和苏白衣都已经到了。南宫师妹便在这间房中休息。我与他单独聊几句。是。谁啊？南宫姑娘，方便进来吗？进来吧。不是说你若下山，必和你二师兄当年一样，震惊天下吗？可我为何还未从江湖上听到你的名字，你就已经躺在这里疗伤了，且一身内力还没有了？先生。唉，你身上有伤，就无需行礼。先生，您这是修成了返老还童的武功吗？怕是你知道真相，就不这般想了。喝下去。这是什么？伤药。先生，您知道这伤该如何治？仙人书上的武功造成的伤，全天下没有谁会比我更了解了。每次运功前服用一粒，10日之内，你的伤就全好了。先生当年也受过这仙人书之伤。唉，往事不堪回首啊！我要去见苏家那小子了，你好好养伤。先生，您知道苏白衣？你要去哪儿啊？起开，起开！我这里有急事儿，一会儿再和小兄弟你聊。小兄弟。哎呀！这哪来的疯孩子？疯孩子？哼！我就是你要找的人，儒圣，东方小月。你是儒圣？都我那，苏师弟，不可造次。这真是儒圣先生？你发誓？我弟子风佐君，弟子谢雨林。多谢先生一路教诲。多谢先生一路教诲，还算有点良心。儒圣先生，还请儒圣先生救救我师父。我救不了。为何救不了？你太小看上林天宫，也太高看我了。而且你的师父根本不需要被救，他们一日没有拿到仙人书，
便一日不会杀谢看花。你现在需要担心的是你自己。我自己？因为上林天宫公主宁倾城的伤，唯有仙人书才能治好。先生，仙人书究竟是一门什么武功啊？仙人书便如同它的名字，非凡世之术。不是凡世之术，难道练了以后，真的能得道成仙？我也不知道那算不算得道成仙，至少看上去缥缈如仙人，不老不死，功法无双。但是断情绝爱，看待这世间的芸芸众生，就像看蝼蚁一般。不老不死，先生您莫不是练成了？那怎么会？我可不想断情绝爱。苏白衣，你的身世不平凡，不要辜负了你师父的培养。先生要走了吗？是啊，有故人来了，我得去迎接一下。天晓云境那里的小事情，就交给你们这些小辈去解决了。至于那些大事情，还是得交给我们这些大人啊。不愧是如圣先生，我已经这般克制自己的气息，却依然还是被察觉了。白楼主，许久未见，你的容貌可一点都没有变老呀。如圣先生，你可是变年轻了。白楼主何必明知故问？我不愿意与如圣先生为敌。那白楼主便止步于此，如何？如圣先生，没有说他去见谁了。他说有一些大事，我们处理不了的，他替我们去处理了。原来如此，我现在也要走了，去天晓云境那段路，我不能相随了。这，二嫂啊，你又要去哪里啊？苏白衣，你叫剑仙前辈什么？二嫂，剑仙前辈是二师兄南玉楼的妻子。啊！我来这里，本是约了一位故人，那位故人曾经帮过我一个很大的忙。为了报答这个恩情，我同意每3年都和他打一次。什么样的人能和二嫂你每3年打一场？难道是位列天武榜前几的高手？他不列天武榜，天武榜只收录天下正道人士，可他却是邪魔歪道。什么邪魔歪道？哼！怎么能在背后说本座的坏话呢？我知道你已经到了，才故意说这话的。你还是那么漂亮。这是我朋友的山庄，不能在这里打。我们找一处空旷之地。大战3天3夜。师兄，这个拿金刀的人是谁啊？恶魔城主，万剐千刀。蝶峰刚刚传来消息，师姐，写的什么？天晓云境，2房得权，3日之后，宗主大典。那我父亲找到了没？没有。还傻愣着干什么？走啊！师兄，咱们要制定一个救你爹的计划呀！先打个痛快！风佐君，和我们说说你们风家的情况吧。江湖上有关于你父亲风玉寒的传说，一把琉璃刀位列天下刀法4大宗师之一。传言你父亲曾有机会一统大泽湖地，将3派合一，但你父亲却对这件事情并不感兴趣。你父亲只对……他虽然知己遍布天下，
但却依然是整个封家这一代最靠谱的人。我爷爷有3子1女，2房叔叔天生残疾，3房姑姑性子与我父亲相近，养着些面首，4房叔叔则是个赌鬼。就这也能位列大泽府3派之首？风雨涵可没你们想的那么简单，他不想争雄，是因为他看得更深更远。父亲见到师姐，一定会引为知己，然后夸师姐貌美如仙，芳龄几何，是否婚配？风佐君啊，你给我进来！师姐饶命！有人来了。现在天晓云境形势复杂，不知是敌是友。苏白衣，你先应付一下。停！你们是何人？我们从江南而来，是游历江湖的少年侠士。侠士，从江南而来，行了那么远的路，游历自然要远行喽。不知道各位是？哦，原来是鼎鼎大名的天晓云境风家。好像是我3姑的座驾。好漂亮的马车哦！前方是天晓云境的地界，有大事相近，不允许外人进入。不知你说的大事，是不是宗主大典啊？你怎么知道？只有帅哥能搞定我3姑。也不知道我家公子有没有资格观礼。你家公子？我们公子乃是江南谢家。江南谢家，正是谢家3公子。都说江南谢家出美男啊！当然，姐姐可听说过一首诗：“才敛青山绿中宵，又踏杨花过谢桥。”说的正是谢家美男子青衣郎。但其实我家3公子比起青衣郎可好看多了。真是大好少年郎啊！人在哪里呢？哎呀，推我出去！别推我！谢家3郎谢雨玲见过姐姐。姐姐可是封家3当家？的确是不可多见的美男子，不过太妖艳了，我不喜欢。这位公子是谁呀？在下是谢3公子的舅舅。这是我书童。只是个书童啊！封家最近有大典，既然谢家公子路过此地，自然是需要邀请前来观礼。不过那边的弟弟别站在那里了。我？来，坐这里。怎么，弟弟你不愿意？这不该称弟弟。3当家与我谢家家主平辈，我们应该称呼您一声姑姑。哎呦，好漂亮的小姑娘啊！这是在说我老吗？有的男人啊，就喜欢我这样的，是吧，小弟弟？你结巴什么？你脸红什么？他喜欢的。师姐，大局为重，跟着3当家，我们便能顺理成章地进入封家。姑姑等你哦。
我姑姑虽然岁数大点儿，但仍是我封家第一美人，不亏她。我的苏姑父，若不是姑姑看不上我，我必当舍己为人。真想打死你们！师姐，我怎么办啊？大局为重。看来也只能我不入地狱，谁？快去吧。得令。小弟弟，这么着急？姑姑，莫怪莫怪。不怪，不怪。只是姑姑给你变个戏法，怎么样？什么？忍不住？变戏法？这不是你白鹤你。我们走。是。走。这次我的苏姑父可有福了。驾！驾！不好！啊！这就私奔了，白痴！是上林天宫的人，追！你们卑鄙无耻下流！反正他的舌头留着也没用，割了吧。真是阴魂不散。是先回上林天宫，还是等楼主会合？等。两位前辈，我要去茅房。别想耍花样！拜托了，人机。你在船上时，骨头不是很硬吗？假的，都是假的。我们转过去不看便是。告诉你们，谢仙可还没走呢。是啊，我们还知道如胜就在这附近呢。你那些同伴现在应该在绕圈圈，可这些人都救不了你。苏百义，老实一点。我们现在确实不能杀你，但缺胳膊少腿的是没关系的。唉，这帮人太阴险了，不仅假冒我姑姑，竟然还把我们引入了阵法之中。你确定那不是你姑姑？唉，黔南是我昆北，识人不清，离东让他英勇就义砍西了。。师姐，歇会儿吧。对啊，师姐，没太阳怎么找方向？他是不是你姑姑都分不清？她到底是不是你姑姑？离家时间太长，没有看出对方身上的破绽。唉，姑姑体态丰盈，姑姑应该更喜欢你这样的。你闭嘴吧！肚子要死了，要死了！快点放开我，我吃坏肚子了，好痛啊！我们给你吃了吗？中午，我说的是中午。无耻！是你们无耻，还是我无耻？变成女人勾引大好少年郎，小心让你缺胳膊断腿！杀，赶紧杀！不就是会变戏法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哼。
幻术虽属小道，却也法出自然。哼，法出自然？自然哪有那么多虚虚实实的东西？你以为这个天下，你看见的就都是真的，你看不见的便没有吗？虚实之间本无定数，万物都是虚实结合，虚中带实。幻术讲究8字真言：虚、实、方、圆、静、动、分、合，每一字都蕴含着真我之道。哥，跟这小子说那么多干嘛？哼，你真以为他听得懂？不知胜败如何了？变戏法的，你方才说，你说万物都是虚实结合，既然如此，白鹤，你为何不变成我的模样回上林天宫呢？变你又不是你，何用？你都变成我了，脑袋里应该有你想要的东西吧？幼稚！幻术虽然可化万物，终归要以真我为鉴。肉体仅是躯壳，需要精神来驾驭。要以真我为鉴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的真我便是变成女人引诱我。你徒逞口舌之力，你信不信？啊！哦，信，肯定信。激将法。哼，8字真言，精神驾驭，真我之道。哼。你要能因为这几句口诀就学会幻术，我叫你爷爷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不知道苏师弟会不会被上林天宫的人拷问？你还是担心他们吧。苏白衣要是不小心睡着了，谁把谁吃了还不一定呢。你们还是担心自己吧，能不能走出这片迷雾还难说呢。楼主和如圣的战斗竟然能打成这样！楼主既然出山，没人能保住苏白衣。不见了！不好，他竟真学会了水遁！追！
还不是被我溜得团团转？这就是不用睡觉的好处。公子，是否看到一辆封家的马车？是不是你拖走的呀？居然又变成姑姑的样子，好吧，我服了，那我走了。姑姑，带你走？哎呀，白鹤，你不要再发出女人的声音了，好不好？我是婉儿，好俊的少年郎啊！又来啊！我跟你拼了！好大的脾气！恰巧我也在找白鹤。啊？君羽见，谢看花是你什么人？别装了，白鹤。装？你不抓我，我可走了啊！谢看花的徒弟怎会如此不济？你真是封家三当家？难道天下间还有比我更美貌的女子吗？哦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早就听闻姑姑心地善良，貌美如仙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啊！可惜啊！可惜？可惜，你好像不怎么待见这个心地善良、貌美如仙的姑姑。怎么会啊？我对姑姑是敬而有加。谢看花怎会教出你这么个厚颜无耻的弟子？你一定是被我师父给骗了。若论厚颜无耻，我只得师父的皮毛。唉，谢看花的徒弟，现在可是大麻烦了。可是生得这般好看，姑姑又不忍扔下你。哥，我们是不是追得有点过头了？不好，上当了！这是什么情况？屁的水遁，还真以为他学会幻术了呢。咱们分开找。一架打了3天，便是年轻了10岁了。如圣先生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天宫之首白极乐，实力不亚于当年的宁倾城啊！承蒙如圣夸赞。徒弟们，为师将死之躯，也只能为你们做到这里了。悔不该天门来大战，徒弟犯错师父保，师父犯错怎能够饶？白极乐下山了。天晓云静本应家，奈何那阴谋诡计一老贼。你不想知道你那个徒弟如何了？东不管西不管，便是神仙。你教的徒弟与你一样。你笑我名门落魄，一腔惆怅，怎知我看透了天上人间世态炎凉。小心！
莫城主，我已经嫁人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你的丈夫已经不在了。他在的。莫城主，你真的不必再等我了。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情，此情去乎若云浮。我该去了。你要是去了，就会把即墨城卷入纷扰当中。这纷扰已经避不开了。我有预感，我和那些孩子很快就会相见，而我们也终会。二堂主，去天晓云境的马车已经在外面候着了，该出发了。还没有风玉寒的下落吗？回二堂主，那边给来的消息是人在失踪状态，想必是凶多吉少了。下去吧，风玉寒可不是那么轻易就会死的家伙。大哥，你觉得呢？只要没找到尸首，那便做好准备吧。另外，小心天水山庄。我说大哥，咱们什么时候可以不要这么虚伪？想当大泽府老大，直接拔刀干不就行了吗？天天勾心斗角，真的很累。现在我们仍然不是上林天宫的对手，这次他们愿意对天晓云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已是退了很大一步了。哼！若非上林天宫暗里施以鬼祟，我们天书堂……莫忘言，我的手指再往前送出1寸，你就死了。白吉乐，放肆！应称呼白楼主。白楼主，我身子不便，不能出来迎接海望海寒。堂主不必客气，我只是依约定来拿一样东西。此乃祸端，拿走也好。我还要去天水山庄，告辞了。大哥，难道说这一次上林天宫不参与我们打压天晓云境一事的代价，就是？是，因为风玉寒不从，他才会落得这个下场。来喝口姑姑泡的茶，这是水烟雨露，难得一见的好茶。味甘性寒解毒热，祛病饮茶老少宜。在这样的茶水之中下药，太浪费了。此茶对内伤颇有疗效。来。苏白衣，要不是白龙白鹤偷了我的马车，我还捡不到你。姑姑这就给你解开穴道。哎，别急着走啊！好了，姑姑不跟你闹了，姑姑带你去个好地方。如生和白姬乐要分出胜负了，我们也得快点。苏白衣，可要跟紧姑姑哦。大哥，我给你捡了个苏白衣回来。苏白衣，怎么和我想象的不一样？这是哪位前辈？我如何不一样？你太弱了。你是风左军的老爹？爹就是爹，不要加一个老字。我叫风玉寒，是天晓云境的大宗主。不是说您失踪了吗？半年前，
我二弟连同天水山庄和天书堂的几位高手暗算我被逼入长泽山中。你认得我儿子？风师兄和我都是学宫弟子，风宗主又怎会认得我？3年前，我听如圣先生说起过。你为什么会来天啸云境？我和风师兄一起来的。什么？他怎么回来了？家中发生大事，父亲下落不明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不是自投罗网吗？我们学宫弟子真的有那么弱吗？他人呢？现在风师兄他们在哪里，我也不清楚。大哥，婉儿，速速找到他们，送他们离开。有劳姑姑了。客气什么呀？说不准我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。你留在此处安全些，不要太想我。难道风宗主是在这里疗伤？是啊，我强行修仙人书上的武功，虽然活着回来了，身子却遭了反噬。若离开这药池太久，浑身真气都会倒流。反噬？你也曾修习过仙人书上的功夫，可曾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？我修习的和你们不同，我修炼的是仙人书的心法，所以不会有什么反噬。当然，如果说不能睡觉也算反噬的话，当年上林天宫将仙人书分给了各大派，天啸云境得了刀志卷上的刀法，但缺了仙人书的心法。看来你练的便是总纲心法。这与我二嫂说的差不离。可既然是不能练的武功，为什么上林天宫又要各派保存呢？应该是与当年南海吃兵的天门一战有关，但我未曾参与那一战，所以其中详情所知不多。苏公子，等找到风儿，一定让他永远留在雪宫，不要回来送死。风宗主，先别交代后事，我能救你。你能救我？我能把逆流的真气都吸走。如果没了这股真气，想必前辈很快就会没事了吧？当然。你真的有把握吸走他们不会对你产生影响吗？不会。前段时间，我师父让我用这种办法救过谢家的新一郎。这天是怎么了？是冰火两重天，这是2位不归境高手在过招。开始。怎么所有的真气都在流出？是的，我担心说了，前辈以为我骗你。我区分不了逆流不逆流，只能一股脑的把前辈的真气都给吸出来。不过前辈放心，你休养一段时间，自然会恢复。我是怕你无法容纳这逆流真气。应该不成问题。如此狂言，你可知我是什么境界？风师兄曾和我说过，天下高手分为4境，第1境名秋水境，是以为秋水入海，奔流不息；第2境为扶摇境，入了这一境，武学便能扶摇直上，一日千里；第3境为天涯境，入了这个境界，便可成宗师，登峰造极，无边无际。我猜风宗主是天涯境。
3年前，我便入了不归境。武道止境。武道之上，还有天道，哪有止境？现在你还能狂言，将我的功力全部吃下去吗？够呛，不过已经停不下来了，只能死扛。小峰峰，见到姑姑怎么不叫人呢？怎么去了学宫，反倒学傻了呀？我说，你分得清真假吗？我小时候最出糗的一件事，是什么事？我明白了，原来之前苏白衣被上林天宫抓走，是因为有人冒充我。最出糗的一件事啊，你13岁还尿床，尿的还是姑姑那张粉红色的大床，不知这件事算不算？师姐，这次我保证是真的。你说的是姑姑是真的，还是13岁还尿床是真的？你们3个小家伙，跟我走吧。哦，对了，还有苏白衣已经脱险了。那我爹他？你爹他让我尽快送你们离开，不可留此胡闹，枉丢了性命。我爹在哪儿？我要去见他。风儿，天晓云境的事不是你能参与的。我是封家少宗主，何况大典近在眼前，见不到我爹，我是不会走的。见不到苏白衣，我也不会走。还有我。风暴的中心反而最安全。也罢，你们先随我一同回封家吧。但愿能躲过此劫。多谢姑姑。除了你儿子外，其他对我不敬的人，我已经全杀了。多谢白楼主手下留情。天水山庄敢对我出手，很有勇气。我得到了消息，白楼主在碧水湖畔与如胜一战，彼此都受了不小的伤。刘某我一生都在赌，所以我想在此前再赌一次。这一次赌得有点大了。按照我的规矩，输了就要为此付出代价。白楼主，你要的那件东西，我思询了很久，仍是不愿给你。柳庄主得罪了。怎么可能？上林天宫确实已经无法控制这个江湖了，但是要对抗上林天宫，依然不是你们所能做到的。天晓云境一事，你已经为暗杀我的事情付出了代价。至于天晓云境的事情，你把这份残卷给我之后，我们的交易依然有效。
我睡着了会出事，前面会有危险。苏白衣他怎么了？他吸走了我所有的功力，治好了我。什么？大哥你怎么会？他竟然还没死？找到风儿他们了吗？上林天宫也来天晓云境了，我担心那3个孩子回不去，所以把他们藏进了风家。欺我天晓云境无人吗？快过来点！好，来了，来放这里。好，把东西给我。这样行吗？行。这边还有几个啊？哎，来了。快点。好。过这边。二当家。往左点，往左点。其他2派的使者到了吗？回禀二当家的，皆飞鸽传书，天书堂2堂主、天水山庄庄主都已经到达山下了。天水山庄那老爷子也来了。早上刚得到消息，刘老爷子已经将庄主之位传给了少庄主柳多寒。下去吧。是。这个风雨里还真是不成气候。哦，柳兄这是何意？对了，恭喜柳兄成为天水山庄的庄主了。木二堂主客气了，我之所以说风玉离不成气候，是因为他表现太过了。大宗主风玉寒下落不明，风玉离被迫接掌宗主之位，这可不是什么喜事，更应流露出几分悲凉来才是。悲凉？这个风玉离越不成气候，我们不就越应该高兴吗？木二堂主说笑了。柳兄活得太累了，来人啊！白吉乐和如胜一战胜负难料，你父亲伤情虽然稳定，但短时间内很难恢复功力。咱们这次胜算很低，我劝你们啊，还是回学宫吧。姑姑不必再劝，我父亲说过，人生在世，没有必胜，只要踏入江湖，永远都是在赌，与天赌，与刀赌，与自己赌。为了父亲，我不能退。学宫弟子更不能退。暮色风华晚，英雄当少年。好，我这就带你们去大典之处。对了，苏白衣呢？哎，张兄，来，请。二当家，柳庄主和天书堂2堂主到了。恭喜二当家。2位贵客有失远迎，请上座，请上座。看了没？那就是我二叔。哼，像不像个废老鬼？别吃了，你嘴巴歪了啊！这是哪家的姑娘？这是婉儿带回来的贵客，来自江南谢家。江南谢家，这样的客人也敢往回带？一个已经垂死的宗门。婉儿应是看上了俊美的谢家3公子，这才摇上山来。等过几日婉儿玩腻了，打发走了便是。他们在往这边看。他们在看师姐，或者在看你。不过不用急，他们很快就该看我了。苏白衣那家伙怎么还没有现身？你的计划是什么时候？等风再大点的时候。二当家，人都到齐了。哼哼，好，这将是我这一生最后一次听到这个称呼。让四叔公开始吧。遵命。
可以开始了。诸位，欢迎来自江湖各大门派的兄弟朋友们，我风老四在这里和大家道声谢。回想当年，本代大宗主风玉寒凭借着一把禅意刀，让我们天晓云境屹立在大泽府之巅。不好意思，手滑了。可惜天不遂人愿，大宗主风玉寒却遭奸人所害。国不能一日无君，家不能一日无主。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事，就是迎接一位新的大宗主，然后在这位大宗主的带领下找到凶手。是报自首，是报自首。关于新任大宗主的人选，想必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共同的答案了，那就是大风起，云飞扬。四叔公说的这个人，自然就是我了。有趣，好戏刚开场。风师兄上了。四叔公说的这个人，自然就是我了。哎，少宗主回来了！真的是少主啊！少主不是在学宫学艺吗？怎么回来了？定是听到了宗主遇害的消息赶回来的。是啊，四叔公，赶紧说呀！我还等着跟诸位宾客一起喝酒庆贺呢。四叔公是不说，还是不敢说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侄儿，你回来了。二叔，你还太小，不适合执掌宗主之位。二叔，你腿脚不方便，您才是不适合执掌宗主之位吧？世侄，你确实还太年轻了。你是谁？也敢唤我世侄？小二，胆敢如此无礼，滚！我们天晓云境的事，与你们有何关系？放肆！侄儿，你回来，第一时间不是想为你爹报仇，而是想夺位。哼，大哥可真是生了个好儿子呀！大宗主失踪，少宗主继位，本就是顺理成章之事。当年，苏寒说过一句话。他说他希望这天下，人们可以永远选择正义的这一边，而不是站在强者的那一边。江湖不就是强者为尊吗？是啊，但强者未必都正义。后来苏寒举起了剑，成为了最强的那一个，然后永远恪守正义，这样，人们就不管怎么选，都是站在正义的这一边。君子一言，吾辈神往。我的这个儿子呀，还是太天真了。顺理成章。可是你说的这个理，现在已经行不通了。
哼，二叔，你是在说我不够强吗？好，那我就挑战你。是否只要证明我比你强，就能行得通了？啊？这……婉儿，这就是你带回来的贵客吗？我的客人只是谢家三公子罢了。至于风儿，他本就是天晓云境的主人，当然来去自如。好，你要挑战我，那便来吧。只是刀剑无眼，生死自负。把我的刀拿来。我封家祖上靠着3把名刀创下这天晓云境，一刀名禅意，轻薄飘逸，极尽透明；一刀名月寒，无刃所至，剑气封喉。剩下的这一笔，便是我手中的虎刺。来，来，大风起，9000里。大风起，10000里冲！大风起，10000里冲！侄儿，二叔的刀法如何？所谓大风时，讲究一个气势。你身上确实有几分霸气，看就像是照猫画虎，只得其形，不得其意。大风势，霹雳！大风势中何有睥睨这一事？我自创了，从天而降，睥睨天下。睥睨，小小年纪就已经这么嚣张了。学宫弟子就该这般，况且年轻是优势，不是缺点。我相信风师兄，他不会输。二叔，我只问你一句：我父亲之事，可是二叔所为？什么？听到了吗？这个太不竟然是他干的！怎么是他？太不可思议了！这一家人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呢？这也太不可思议了！怎么会这样呢？哎呀，真是想不到！聒噪！是又如何？那便接我300刀！第一刀，斩你无情无义，加害兄长。破刀欺我！侄儿，演够了吗？演个屁！我才不和你一样无耻！哼，那你便追你那个死鬼父亲一起去吧。少主接刀！少主，我支持你。好，多谢你了，兄弟。第2刀。少主接刀！还有人为我背刀吗？愿为少主提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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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少主，接着！这个风玉里，人心未稳，便急于求成，只能帮帮他了。
小风，你尽管打你的架，报你的仇，剩下的事交给师姐。放心，不会给师姐丢脸的。还有我，也别给我丢脸。若是输了，以后别说在学宫与我齐名。江南谢家的人，真的要参与此事吗？我确实是江南谢家的人，但谁说我是代表江南谢家来的？学宫谢雨林，学宫南宫希儿。南宫希儿，这个名字，南宫宇文之女，那得杀了她。是。这！天书堂的人怎么能在我天晓云境亮兵器？乱套了，乱套了呀！第19刀，大风式，笑刃平生。年纪轻轻，刀法被你这般造诣，可惜了。二叔，方才是你输了。我输了？哼！可现在躺在地上的是你。我躺在地上，是因为我的内力远不如你。方才那一刀你也受了重伤，我若死了，你也活不过明天。那我便只做今日这一日的宗主。禅一刀。哈哈，我来了，苏白衣。你是谁？禅一刀为何会在你的手中？学宫，苏白衣。学宫向来独立于世，为何要参与天晓云境的家事？你们也不是天晓云境的人，又为何来掺和别人的家事啊？同是大泽府一脉，理当相助。哈哈哈哈！同是天下英杰，学宫相助，也是义不容辞。看来这位苏公子是不想讲道理了。学宫的道理，你不懂。那咱们就各退一步，天晓云境的事，便交由天晓云境自己解决，如何？说到做到。哼，吾等在江湖之上，也不是无名之辈，自当言而有信。苏白衣，不可！师姐，相信我，我搞得定。那好，风儿当家的，请自便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一个个都站出来，也省得我以后慢慢收拾你们。既然如此，便都杀了。是。意之所在，虽死不辞。犹豫什么？杀了他们，我们就是胜者。在天晓云境的历史里，他们永远是不义逆贼。哈哈哈哈哈！我想，你们是误会我的意思了。苏公子想要反悔不成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当这柄禅意刀出现的时候，天晓云境的事情，便只能由一个人来解决了。这不可能！你这废物都当上庄主了，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？爹，大宗主回来了，真的是大宗主！
不可能！真的是他！那天他受了那么重的伤。上！苏公子，刀法不错呀！是你！